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，从影迷心中的男神到争议漩涡中的坚韧演员。01，程毅的崛起与争议。35岁的程毅依旧散发着男主的光环，然而网友们却用狂妄自大来形容他。在戏中的不敬业表现，以及在直播中教训观众的言论，都让他的7年口碑在一夜之间崩塌。这样的命运转折，出乎所有人意料。程毅，那位曾被众多粉丝誉为古装男神的演员，如今却陷入了如此困境。若将娱乐圈比作梦想的摇篮，程毅的起步却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般顺畅。这位出生于湖南怀化的80后青年，家境普通，父母皆是辛勤的工人，自幼便无耀眼的家世庇护，亦无资源倾斜，更无天生的俊朗容颜。少年时期，他孤身前往北京，以2025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为转折点，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。在北漂的日子里，他住过地下室，吃过泡面，甚至为了一个小角色而反复背诵台词至深夜，精心推敲每一个动作细节，唯恐拖累整个剧组。那时的程毅与今日荧幕上的风采迥然不同，转折点往往来得意想不到。2025年《青云志》一经推出，程毅在剧中饰演的林惊羽便让观众开始留意他的容貌。然而，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2025年的《琉璃》。那一年，古装剧市场相对沉寂，但程毅凭借在剧中饰演的司凤一角，迅速在网络上走红。有人称赞他演技灵动，有人欣赏他情感表达细腻，还有人感慨他终于迎来了事业的春天。从《琉璃》到《莲花楼》，再到今年的《富山海》，程毅的每一次亮相都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。然而，命运并非总是慷慨的。在2025年的琉璃云歌会上，程毅因被指责不尊重女主而受到争议，被贴上了高傲的标签，这是他首次面临公众形象的风波。紧接着，今年《富山海》的开播引发了广泛关注。该剧拥有 S+ 级别的投资和顶级制作团队，被寄予厚望，被视为武侠剧复兴的契机。然而，在首集播出后，观众的反应却出乎意料。观众们纷纷提出质疑，从慢动作骑马到影楼滤镜，从台词气虚到皮肤色泽不真实，再到手持剧本的穿帮镜头，每一处细节都成为了争议的焦点。这场风波并非一时的热闹，而是持续不断的质疑与讨论。程毅对于外界的质疑并非置之不理。在面对网友关于台词含糊的吐槽时，他在直播中回应道：“如果你不能投入时间去理解台词，那么或许你并不适合观看这部剧。”此言一出，立刻激起了广泛的争议。面对外界的质疑，程毅并未选择沉默。在直播中，他针对网友关于台词含糊的吐槽做出回应，但此言却引发了广泛的争议。有人认为他态度狂妄，有人指责他不敬业，甚至有人觉得他性格大变。短短几天，他的口碑便遭遇了滑铁卢。然而，真相究竟如何？有粉丝站出来为程毅辩护，声称直播片段经过恶意剪辑，程毅的原话并非那么尖锐。同时，也有人为程毅鸣不平，透露他在剧组每天都是最早到，最晚走，充分展现了敬业精神。尽管如此，争议依然持续。在剧里，程毅手拿剧本认真演绎，而剧外，他却遭受观众的指责。直播间内，弹幕上充斥着冷嘲热讽。虽然有人为他辩解，但观众似乎更看重结果而非过程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你能为他解释1次、2次，但能解释一辈子吗？面对外界的质疑和争议，程毅选择保持沉默，他并未过多回应。相反，他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，
继续投身于拍戏之中，默默地进组，平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。或许外界并不了解，他在拍摄过程中会为了一场戏而反复揣摩，会为了一句台词而深思熟虑。然而，当争议突然降临，他所有的付出和努力似乎都在一夜之间被抹平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时间，这位无情的裁判，在2025年的秋天给出了他的答案。此时，程毅已步入35岁，他的事业状态既未重返巅峰，也未彻底跌入低谷。面对外界的种种质疑，他既未选择逃避，也未选择退缩。有人惋惜他一夜之间失去了往日的光环，有人认为他只是被聚光灯下的放大镜所揭示的普通人，还有人说，在聚光灯的照耀下，谁能做到完美无瑕呢？然而，那个曾在北漂的地下室中苦熬的少年，如今依然坚守在剧组，熬夜拍摄。那个曾因台词气虚而受到吐槽的演员，现在正与配音老师共同磨合，力求进步。那个曾因不善言辞而备受诟病的青年，如今正尝试着与观众建立沟通。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中，演员的选择往往难以被所有人理解，他们的失误也往往难以得到原谅。然而，这并未阻止程毅的脚步。他深知，在聚光灯的照耀下，每一个瞬间都可能被放大成永恒。但程毅的故事远未结束。演员这个职业的核心在于演戏，而演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观众。这个道理虽然浅显，但却深刻而真实。在艺术的舞台上，没有人能够永远保持巅峰状态，也没有人的每一步都能做到尽善尽美。然而，当谈及真正的敬业精神时，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那些在跌倒后依然能够勇敢站起，直面各种目光，坚定地继续前行的人。程毅这个名字曾代表着古装剧的品质保证。从琉璃的司凤到莲花楼的李莲花，他以细腻的情感与沉稳的气质征服了无数观众。然而，35岁的他，如今却在争议与质疑的包围中前行。他的经历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成长史。出身普通，没有显赫背景，也没有特权捷径。从怀化走到北京，从地下室到聚光灯下，程毅用无数个夜晚的背台词与揣摩动作，换来了今天的舞台。那份执着与孤勇，正是他最初的底色。琉璃的成功让他一夜爆红，但随之而来的也有越来越多的审视与挑剔。富山海播出时，观众从滤镜、台词到表演节奏，几乎是无巨细地放大每一个瑕疵。而程毅的一句直播回应：“如果你不能投入去理解台词，也许不适合看这部剧”，更是让他陷入狂妄自大的舆论风暴。有人指责他傲慢，也有人为他辩解，认为那只是断章取义。事实上，程毅并非不敬业，相反，他是剧组里最早到、最晚走的人。面对风波，他没有情绪化的反击，而是选择沉默与投入，用作品说话。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，一个演员被放大到极致后，任何一句话、一个眼神都可能被误读。程毅或许不完美，但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。被误解时不狡辩，被嘲讽时不抱怨，这份沉着与坚韧，正是一个成熟演员最宝贵的品质。如今的程毅，或许不再是那个被粉丝神化的古装男神，但他依然是那个在片场反复打磨每一场戏，为角色付出全部的演员。他明白，演员的荣耀从不靠人设堆砌，而是靠一次次在镜头前的真诚。他也明白，观众的记忆终会模糊，但努力的痕迹永远不会被抹去。聚光灯可以照亮，也能灼伤。程毅的路也许艰难，但他依旧在走。